女人正在自家的院子里闲逛，不料却看见一颗闪闪发光的果子。女人被馋得直流口水，她连忙将果子摘下来。正当她想要尝一下味道时，那颗果子竟直接飞进她的嘴里。下一秒，她的肚子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大。原来这棵果树乃是太白金星奉王母之命种下的神树，传闻它具有聚财招福的能力，还会保佑刷到视频并点亮小爱心的朋友心想事成。此时留下一句顺风顺水，这个8月必定财源滚滚，好运连连。女人顿时被吓得惊慌失措，她连忙喊来自己的奶妈。经验丰富的奶妈一眼就看出小姐这是怀孕了，她大声呼喊将老爷叫来。父亲看见这一幕也惊掉了下巴，连忙询问女儿缘由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我吃了树上的一颗果子就成这样了。父亲听后连忙来到一旁的果树前，随后他竟高兴地跪下感谢老天爷。原来这棵神树1000年才能结出一颗神果，只要吃了它就能生下天神的转世。很快女人就生下了一个女儿，而这个女孩的确也是天上的神仙，她本是太白金星身边的明月仙子。明月仙子的前身乃是修炼1000年的九尾狐仙，她与仙鹤在石峡山修炼了5000年，最终修成了正果。玉帝便派太白金星点化2人成仙，并册封他们为清风童子和明月仙子，今后跟随太白金星修行。2人本以为从此能做一对神仙眷侣，可奈何天规森严，神仙是不允许动凡心的。2人一时间觉得做神仙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。这天2人见师傅愁眉不展，于是便上前询问缘由。原来是王母娘娘的寿辰将至，可是到现在太白金星还没想好送王母什么寿礼。为了帮师傅排忧解难，明月就想到凡间找点好东西。王母娘娘在天上什么都不缺，兴许凡间的东西能够令她眼前一亮。清风也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，于是2人便私下了凡间。可是没想到的是，2人一到了凡间，就按耐不住心中积压已久的欲火，紧接着就做出了违背天规的事情。隔天他们来到昆仑山，发现了一颗极品万年灵芝，想要把它送给王母做寿礼。事后他们想要返回天庭时，天兵天将却抢先一步赶来，要将他们捉拿归案。随后将2人带到了王母娘娘的面前。王母勃然大怒，因为这2人不仅私自下凡，而且还动了凡心，做出有违仙道的不耻之事，简直就是罪不可赦。王母本想将2人斩首示众，不过好在有牡丹仙子和太白金星为其求情，最终王母决定将他们贬下凡间，并且2人永生永世不得结为夫妻。随后便命太白金星前去执行。太白金星将清风投胎到了一户富贵人家，而明月则化身神树上的果子，必须要遇到有缘之人吃下时，明月才能够顺利降生。终于这天，女人机缘巧合吃下神果，成功生下了一个女孩。殊不知这个女孩正是孟姜女，而清风的转世就是范喜良。到后面就发生了大家所熟知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。可怜的2人即便再相爱，却终究敌不过这天命。